你的平静是脆弱的吗？对自己诚实片刻。你老板的一封意外邮件，同事的一句含蓄批评，或者仅仅是交通堵塞，就足以彻底摧毁你的心境吗？你是否感觉自己像个被环境操纵的木偶，被外部事件和他人情绪的丝线牵引，被迫跳着持续反应的舞蹈，而不是深思熟虑、有目的的行动？这种感觉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，在日常生活的不可预测的波浪中被抛来抛去，不仅令人疲惫，更是有辱人格。这是无声的承认，你之外的某物或某人比你自己更能控制你内心的平静。这种持续的脆弱性，正是让你陷入焦虑和沮丧循环的原因。它削弱了你的精力，也削弱了你专注于真正重要事情的能力。这种情况，这种反应性的超负荷，已经把你的头脑变成了一个嘈杂混乱的市场。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小贩们为吸引你的注意力而大声叫喊，紧急新闻在各处闪烁，他人的意见像无休止的布道一样回响，而你自己的恐惧和欲望则像人群中的小偷一样肆意奔跑。你感到筋疲力尽，不是因为你所做的工作，而是因为你在自己头脑中进行的无休止的战争，试图控制每一个变量，预测每一个结果，并管理你周围每个人的看法。这种持续的警觉状态，这种已成为你生活配乐的焦虑嗡嗡声，是生活在没有精神边界的直接结果。你让你内心城堡的大门敞开着，现在任何过往的事件都可以进入，掠夺你的宁静，日复一日地将你置于废墟之中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存在着一条单一的法则，一个如此基本而强大的原则，它就像一个心灵的操作系统，能够平息这场混乱，并将你送回你自己内心王国的宝座上呢？一条一旦被理解和实践，就能让你成为自己平静的设计师，而不是环境的受害者的法则。这不是一种积极思考的技巧或肤浅的解决方案，它是一种心灵的技术，一种清晰的算法，被皇帝、哲学家和领袖们几千年来用来在战争、瘟疫和背叛中保持不动摇的宁静。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我不仅会教你这条法则，我将引导你完成3个任务，3个实际的阶段，将它永久地安装在你的头脑中，把你从一个印象的奴隶转变为自己的君主。为这种转变奠定基础的哲学是斯多葛主义，但请忘记那些穿着长袍、被动地谈论命运的长胡子老人的形象。不要把斯多葛主义看作一种哲学，而是一种心灵的工程学，一本应对日常心理战的战斗手册。它是建立一个内在堡垒的实践，一个对外界混乱坚不可摧的精神城堡。这并不是要压抑你的情绪或变成一块没有感情的石头，恰恰相反，它是要理解每种情绪的来源，并且不是被他们拖着走，而是有意识地选择你的回应。这个系统教导你区分什么是噪音，什么是信号，让你能以今天看来遥不可及的清晰和目标来驾驭生活，将反应性转变为主动性。这个操作系统的核心，支配其他一切的基本法则，被称为控制2分法。而这里有一个将为你改变一切的重新框架。这不是一条关于顺从的法则，而是存在的最强大的能量分配工具。它把你变成一个现实的外科医生，你的任务是拿起你意识的手术刀，以无情的精确度切除你所有担忧的坏死组织。他人的意见，无法改变的过去，无法预测的未来，他人的行为，所有这些都在你的控制之外。通过切断这些精神感染的源头，你释放了大量的能量，现在可以将其重新投资到它唯一有力量的地方，你自己的行动，你自己的判断和你自己的选择。这是理智与疯狂、无力与个人力量之间的确切界限。这个原则不是现代的发明或自助的潮流，它是在人类经验的火焰中锻造的智慧。它最著名的阐述者是艾比克泰德，一个生为奴隶却成为罗马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的人。他以这个确切的区别开始他的手册，这是即使他的身体属于别人时，也能让他保持尊严和内心自由的关键。我们在马可·奥勒留的著作中看到了这条法则的实践。这位罗马皇帝在战争、瘟疫和背叛中统治着已知的世界，用他的个人日记不断提醒自己只关注自己的责任和品格，那是唯一真正属于他的东西。
塞涅卡，罗马最富有的人之一，教我们应用这条法则来面对流放、失落和死亡本身。这不是学术理论，这是来自那些面对最大逆境并以完整灵魂走出的人们的战争建议。你的第一个任务，锻造你内心主权的第一阶段，是成为你心灵之门的守护者。你唯一的武器，你唯一的判断标准，是一个简单但极具毁灭性效果的问题：这在我的控制之内还是之外？这不是一个短暂的智力练习，这是你承担的一个新的、永久的职能。从现在开始，没有任何东西能进入你的意识，没有新闻，没有评论，没有恐惧，没有焦虑，除非先经过这无情的审问。你不再是信息和刺激的被动接收者，你是一个积极的哨兵，一个有意识的决定什么值得你关注，什么应该被留在你心灵城墙之外，任其死亡的守护者。这种练习必须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，在一个外部刺激出现的瞬间，通知的声音，某人的语调，一个惊人的头条新闻，你必须触发一个内部暂停。这个悬置的时刻至关重要，它是触发器和你习惯性反应之间的时间裂缝。你的所有自由都存在于这个小小的空间里。你在这里应用过滤器，问问自己，那个人对我的看法在我的控制之下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今天早上的交通拥堵在我的控制之下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我对这些事情的反应，我的冷静，我选择如何继续，在我的控制之下吗？答案是一个响亮的肯定。而你将只专注于此，你将面临的内心冲突将是及时而激烈的。你的头脑多年来已被条件化为瞬间反应，它沉迷于戏剧、愤慨、焦虑。它会告诉你，担心你无法控制的事情是一种准备，一种责任。这是一个谎言。对不可控事物的担忧是最懒惰的自我破坏形式，它给你一种你在做某事的错觉，而实际上你只是在麻痹自己，将你的精神能量燃烧在一个没有轮子的引擎上。你的头脑会为了维持其旧习惯而斗争，为了把你拖回熟悉的反应性混乱中。你的任务是坚定不移，就像一个不会被伪装或恳求所欺骗的守卫。这种抵抗来自你的自我，自我喜欢卷入他无法赢得的战斗，他渴望通过试图改变他人的意见控制结果，并在现实不屈服于其愿望时感到沮丧，来验证自己的重要性。对于自我来说，停止担心他人的看法或未来事件似乎是一种失败，一种承认无能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真正的无能是逆流而战，最高的力量是专注于尽可能好的划你自己的船，无论水流的方向如何。放弃对从未在你掌控之下的事物的控制不是软弱，这是智慧和战略力量的最高行为。现在清晰地想象这个核心比喻，你的头脑是一座内心城堡，一座拥有高墙和坚固大门的宏伟堡垒。你一生都让这些大门敞开着，小偷恐惧、敌军、他人意见和间谍不相关的消息随意进出，掠夺你的平静，烧毁你的能量粮仓，动摇你的统治。你现在的任务是关闭这些大门，并作为唯一的守卫站在那里。每一个接近的思想、情绪、印象都必须出示其凭证。你拦住他，并问：你属于我的控制范围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你就转身让他留在外面。没有谈判，没有犹豫。这种实践的直接结果不会是一个神奇般和平的世界，而是一个拒绝被世界混乱所干扰的头脑。你将开始感受到的平静，不是来自问题的缺席，而是来自你拒绝赋予那些不属于你解决的问题以权利。这是自由的第一次真正体验，这是认识到，虽然你无法控制天气，但你可以决定不让风暴进入你的家。这第一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，但它奠定了其他一切将被建立其上的基础。你正在学习保护你最宝贵的资源，你的注意力和你的心境，而这本身已经是一场无声的革命。随着守护者过滤器的建立，你的第二个任务是执行外科医生的切割。识别是不够的，在确定了什么是你控制之内和之外的之后，你必须创造一个清晰、绝对和不可协商的精神分割。这不是一条细线，这是一个深渊。
这是以一种绝对的方式将你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分开的行为，以至于污染变得不可能。在这个深渊的一边是你的选择、你的判断、你的行动、你的努力和你的意志，这是你的王国，你唯一拥有管辖权的地方。在另一边是其他一切，你行动的结果、他人的认可、健康、财富、天气、过去和未来，这是自然命运的王国，你在那里没有权利。这种切割的实践是一种可视化和超脱的练习。每天留出片刻，闭上眼睛，看到这条线，在一边放上你今天要做的一切，你将出色完成的任务，你将展示的耐心，你将实践的美德，感受这些选择的重量和力量。现在想象在线的另一边，所有你渴望但无法控制的东西，对你工作的认可，一份感情的回报，一个项目的成功。观察这些结果，承认你对他们的渴望，然后有意识地放开他们，将你的幸福从这些结果必须实现的义务中解放出来。你的平静不能是有条件的，它必须驻留在你这边，在你的努力中，而不是在结果中。这种分割的行为是痛苦的，因为我们深深地沉迷于结果。我们被教导相信我们的幸福在深渊的另一边，在不可控的领域。我们相信，当我们得到晋升，当我们被那个人爱上，当未来如我们计划的那样展开时，我们就会快乐。放弃对结果的这种依赖，乍一看似乎像是放弃希望，但恰恰相反，寄希望于我们无法控制的事物，是焦虑和失望的确定配方。真正的希望，唯一不动摇的希望，是对自己无论发生什么都能正确、正直的行动的能力的信心。我们抵制这种分割，因为我们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对不可控事物有某种影响。我们相信，如果我们足够担心，如果我们巧妙地操纵局势，如果我们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焦虑，我们就能迫使宇宙给予我们想要的东西。这是一个上瘾赌徒的心态，将同样错误的逻辑应用于生活本身。他相信再赌一次，再试一次，就能改变他的运气。同样，你相信再多1小时，对未来的焦虑会以某种方式控制它？不会的，这种担忧唯一能做的就是窃取你的力量和你的注意力，使他们离开唯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，你在当下的行动。在这里，外科医生的比喻变得更加强大。你的头脑是病人，对不可控事物的担忧就像坏死的组织，在整个系统中传播感染和毒素，威胁着整个有机体的健康。你的意识是手术刀，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不会犹豫，他对疾病没有感伤，他干净、精确、果断地切割，以挽救病人的生命。你需要对自己成为那样的外科医生，你必须毫不留情地切除对你声誉的担忧，对过去的反刍，对未来的焦虑。切割是一种激进的自我保护行为，这是决定你的意志健康比控制世界的幻觉更重要。这种精神手术的结果是一种近乎超自然的清晰。你生活的战场曾经看似无限和压倒性的，现在缩小到一个完全可管理的规模。你不再在100万个战线上战斗，对抗经济，对抗他人的意见，对抗时间。你现在专注于一场单一的战役，一场你能赢的战役，在每一刻都成为最好的自己。你所有的力量曾经被稀释在无用担忧的海洋中，现在像激光一样集中在一个点上。你的下一个行动，这种绝对的专注是你的新超能力，是你效能和你宁静的源泉。当你的头脑被守护者保护，你的现实被外科医生的切割所澄清后，我们来到了第3个也是最后一个任务，君主的专注行动。识别和分割是防御和澄清的行为，但力量是在行动中体现出来的。这最后一个阶段是关于你最宝贵资源的战略性重新分配。你通过放弃不可控事物而恢复的所有巨大的能量、时间和注意力储备，现在必须以复利的方式重新投资到唯一重要的领域，你自己的行动。你不仅停止浪费你的能量，你以无情的目标重新引导它，来建设你的内心王国。这个实践理解起来很简单，但执行起来需要完全的纪律。把你过去用来担心人们是否会喜欢你演讲的100%的能量
投入到让演讲变得无可辩驳的优秀上，把你浪费在反刍过去错误的所有精神力量引导到深刻的学习教训上，以至于你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。与其为世界的不诚实而痛苦，不如用那份能量在你自己的事物中实践激进的正直。每一刻的担忧都必须转化为一刻的行动，这是斯多葛学派的伟大秘密。他们将焦虑的毒药转化为美德行动的解药。这个阶段的内心冲突是对抗惯性和精神懒惰的斗争。停留在担忧的被动循环中出奇的舒服。焦虑无论多么痛苦，都不需要实际行动的努力。为一个问题担忧，感觉上好像我们在做些什么，而实际上这是最复杂的拖延形式。行动是困难的，行动需要勇气，它要求你面对你可以改变自己的东西，你的缺点，你的坏习惯，你缺乏纪律，而这些往往是最可怕的战斗。把你的不满归咎于世界，比为自己行动的质量承担全部责任要容易得多。在这里，你将发现控制的巨大悖论。你越是试图控制外部世界，你就越感到焦虑、无助和失控。你的平静持续地受到外部因素的摆布。然而，就在你完全放弃控制不可控事物的尝试，并将全部力量集中于主宰自己的那一刻，你获得了一种绝对和不动摇的力量感和控制感。真正的力量不在于让现实屈服于你的意志，而在于将你的意志与现实完美的对齐。它是理解你在这个宇宙中唯一能指挥的就是你的品格，而这已绰绰有余。最终，你完全承担起自我君主的原型。你的头脑是你的王国，你的注意力是你的皇家法令，你不会把它授予琐事。你的能量是王国的财富，你不会把它花在你无法赢得的外国战争上。相反，你将所有资源投资于你王国的基础设施，建立更强的习惯，获取知识，培养美德，加强你的韧性。你的内心王国变得繁荣、有序和自给自足。它不依赖于外部认可的进口或与环境的和平条约来生存。它从内部产生自己的平静、自己的力量，最终结果是平静与最高效率的结合。你成为一股自然的力量，不是因为你指挥风和潮汐，而是因为你拒绝被他们偏离。你在世界上以力量和目标行动，但你的幸福不依赖于你行动的果实。你成为飓风之眼，一个平静、清晰和深思熟虑行动的点，无论周围展开怎样的混乱。这不是冷漠，这是最高的专注。你不忽视风暴，你学习以一种技巧和宁静来驾驭它，而那些被波浪抛来抛去的人只能钦佩。这是最终的自由，这是统治唯一真正属于你的东西的力量，你自己。你已经走到了这次旅程的尽头，但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开始。你以一个印象的奴隶，一片随风飘荡的叶子开始这条路，感受着脆弱和有条件的平静的痛苦。现在你拥有了成为你内心城堡的设计师，你自己的精神王国的君主的地图和工具。唯一的法则，控制二分法，不仅仅是一个想法，它是你的新操作系统，你将通过它来处理现实的过滤器。记住，力量不在于迫使世界屈服于你的意志，而在于主宰你自己的意志，使其在世界面前保持不动摇。这个原则的日常应用，过滤器、切割和专注的行动，是将改变你的仪式。每一次你选择回应而不是反应，你都在加固你堡垒的城墙。你作为君主的第一个行动现在开始，这不是请求帮助一个频道，而是巩固你自己承诺的挑战。你的转变需要一个声明，一个公开的意向行为，向你自己表明这种改变是真实和不可撤销的。因此，如果这条信息与你内心渴望秩序和力量的部分产生共鸣，那么就宣布你对这一哲学的效忠。订阅这个频道，不是作为一个观众，而是作为一个新思想流派的学生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的第一个有意识的控制行动从评论区开始，到那里去写下我统治我的思想，作为你新统治的第一个官方法令。愿这些话成为你建立不动摇宁静的基石。最后，让我们把那些只听了的人和那些真正理解了的人分开。如果你看到了这一点，你已经展示了大多数人已经失去的耐心和专注。你是一个有纪律的少数群体的一员，
证明他在你的法令旁边留下第2条评论，我看到了最后，这为其他寻求者创造了一个信号，证明这段旅程是值得的。如果这条信息给了你清晰，你的责任现在是分享它。想想你生活中那个正在反应性混乱中挣扎的人，把这个视频发给那个人，不是作为说教，而是作为通往安全港口的地图，帮助建立一个由坚强、宁静的头脑组成的军团。旅程是你自己的，但你不需要独自前行。